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ofa 的频道。那这是超级带你云游世界的新一期。首先呢，感谢大家对上一期的收看，并且恭喜上一期有奖问答获得奖品的赢家。那这是我今天的搭档。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Zoe，请你来猜一下以下的表演是哪个地区？还有表演可以看，你们也要猜一下哦。那表演开始咯，好期待。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这是哪里呢？这看起来很像东北的二人转。没错，这就是非常有东北特色的二人转。那其实在东北的话像二人转啊、扭秧歌啊都是非常著名的。因为提到东北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会首先的想到这两样东西啦。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下来东北地区了，介绍东北，对吧？其实我是一个海南人，所以对于东北我并不是特别了解。我想知道东北它算是一个省份呢，还是一个区域，还是它只是一个小的地方呢？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你们也是不是会有这样一样的疑问呢？对呀，其实东北地区呢，我们广义上来说，一般都是称作为辽宁省，它包括了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啊这三大省份，然后统称为东北地区。那说到东北地区的话，除了它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当然了，东北地区呢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也是中国重要的冰雪旅游和避暑旅游度假的一个目的地。哦，原来如此。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比如说关于东北它有什么样的民俗呀，有什么样的文化特色？哇，那真的是太多了，是吗？那说到东北的话，首先呢，东北的方言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因为一听到这样的口音或者方言的话，一定会想到就是东北人啦，因为是比较感觉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就比如说。其实我有听说过一个，我看电视的时候有听说一个，就是说你瞅啥？瞅你咋地啊？对，是在说我长得很丑吗？还是啦，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哇，丑，你瞅啥？我不丑啊，我很漂亮啊，我很帅啊，对吗？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丑呢？其实，在东北地区呢，丑呢，就是你瞅啥中间的那个字呢，是代表着是看，就是说，对，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比如说干啥呀？就是干啥呀？就是干什么的意思？干什么的意思？没错。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如果以后大家到东北旅游，或者是在那边有朋友的话，去拜访他们，你们可以就是拉近彼此的关系，用东北的方言，立刻就会有效果。好呀，那比如说我想说我好喜欢你，或者是你很漂亮，很好看，老妹儿啊，真带亲，我老稀罕你了。带亲就是你很带亲，对，就是你很可爱。你怎么这么好看呢？就是怎么那么带亲呢？哎呀，我好害羞啊！我老稀罕你了，就是我很喜欢你，因为为什么是老稀罕？老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加重了语气，因为这样说的话比较亲切，就是老稀罕你了。当然，如果你遇到什么美食的话，你也可以说哇，老好吃了就是非常狠的意思，老好看了，老好吃了。对，这帅哥老好看了，这小妹儿老带亲了啊！明白了吗？明白了，是不是？说起来就马上的感觉融入了当地东北的文化呢？对啊，我觉得可能我的口音都要被你带跑了。非常容易。然后除了这个方言之外呢，其实在东北的话也有很多旅游的景点。比如说的话，周易啊，如果你会先到东北那边旅游的话，你会首先会想去看什么呢？我会想要看雪。是哦。对。在海南会有看到雪的这样的情况吗？当然不会。不会是不？对。那你一定要来参观一下东北的雪，因为在东北的话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就是雪乡，因为那里的话它常年就是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5月
都是一个积雪连绵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因为它有的时候呢，一天的降雪量会超过1600毫米，就是非常大非常大的降雪量，然后会被大家认为是雪乡，就称之作为雪乡。哦，因为目前以我对东北的了解，就是东北的农村它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可以睡在炕，炕上面就是类似东北的床，然后在底下烧火，然后让这个床变得比较温暖，对吧？没错。那我们在雪乡的话是可以体验到这种比较东北农村的特色吗？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我们在雪乡呢也会体验一下传统的北方的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体验炕。但是我们现在的炕呢，已经就是有点现代化了，因为底下的话可能就没有就是往里面放柴火呀这样，然后来让它烧热了之后我们躺在上面，只是一个我们会看到体验一下，就是住在炕的上面。那除此之外呢，你还会能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还有另外一个赏雪的地方，长白山，对吗？没错，长白山，因为天池非常的出名。是。那我有一个问题要考你了。那长白山大家都知道，在上面看到天池呢是一个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对。那天池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的吗？应该通常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你都到真的啊？不对哦，因为天池它比较害羞，一年呢有200多天都是有雾的，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它又被称之为上帝遗落在人间的眼泪。然后有很多人呢，就是会登上天池，然后在这个地方许下自己的心愿，因为没错，因为一年有200多天看不到嘛，所以如果能看到的话，就非常的 lucky， 非常的幸运，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里来许下自己的心愿。那除此之外的话，除了赏雪，我听说还可以赏冰雕，在东北。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有很多的顾客，你们来问的时候，就是来跟我们咨询的时候，都会有问到，想要去看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就是室外的那个冰雕剧，非常的壮观。对，其实它每年呢都是1年举行一次，那一般都是在12月中后期啦，然后真的是在室外的，而且规模是非常巨大的，每一年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来雕刻里面的不同区域的一些图案，像生肖呀，然后北京天安门啊、故宫啊，都会用冰雕来雕成。有一个问题要考你哦，你知道冰雪大世界里面的冰雕是怎样来取材的吗？就是那个冰，因为真的非常的壮观嘛。对，有的时候一个冰雕展需要用到上万吨的冰垒。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难道你觉得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放在冰箱里的那种的冰就可以来雕刻吗？会不会有一个好像专门存冰的一个冰库呀，或者是那是要多大的冰库啊？当然不是啦。那其实呢，它是取自于松花江上面的某一段，因为松花江上面的冰到冬天，松花江到了冬天之后会结冰，但是不是每一个河段的呢冰都适合用来就是开采来制作冰雪大世界的一些壮观的冰雕啦的。哦，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冰雕是非常的晶莹、通透，没错，而且很好看。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一定要看，不但能够冬天看雪，还可以看冰雕。没错，那冰雕是在哈尔滨，对吗？对。哈尔滨的话，据我所知，它是一个。好像它的建筑风格呀都很独特，很有异国的情调，是吗？那你说的可能是位于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呢是一条100年的老街，然后在中央大街附近的一些建筑呢，都是以欧洲的一些建筑风格来体现的，是非常一条怎么说呢？它的建筑风格很特别，然后在这条大街上呢，然后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好吃的东西。没错，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你去的话，一定要去尝一下中央大街上面的马迭尔冰棍。马迭尔冰棍，对，
冰棍不就是冰棍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在中央大街上呢，一般我们游客的话去参观，就是算是当地的人的话，也会冬天的话拿一个马迭尔冰棍在中央大街上面买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风俗吧，就是在大街，在这条中央大街上参观一定会去买的这个东西，而且附近有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馆。那说到美食的话，如果你去过东北的话，你会就是对东北的印象，东北美食有哪些？其实我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多的东北餐馆，没错。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吃一些，比如说锅包肉啊，锅包肉也是东北的美食，对吗？对。还有一个是我听说有小鸡炖蘑菇，也是小鸡炖蘑菇的小鸡是真的用小鸡仔做的吗？当然不是啦，小鸡呢，它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就是一个称其实就是鸡肉，对吧？对，是鸡肉炖的蘑菇。因为东北的话，炖菜是比较出名的。然后虽然在新加坡我们也会吃到一些东北菜馆一些做的美食，但是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口味已经因地制宜了。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东北的地区，然后去品尝他们当地非常特色的东北菜。像锅包肉，你刚才说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炖血肠、溜肉段，还有东北的烧烤，还有猪肉炖粉条。猪肉炖粉条，我想知道，粉条是就好像我们新加坡的河粉吗？还是它会有不一样吗？不是河粉啦，在新加坡我们也可以买到那种的粉条，当然有粗的、宽宽的那种的，也有细的，都是蛮好吃的。然后还有酸菜，对。酸菜，在东北的话，我们每家每户，几乎到了冬天都会自己腌制酸菜，而不是外面买的，就是长辈来做，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然后来自己做一些特色当地的美食，哇，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对，因为据我所知，东北的腌菜、酱菜比较出名，是吗？因为那边天气比较寒冷，所以说需要储备粮食。那是之前啦，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家里腌酸菜，也是一个当地的算一个风俗的一个习惯吧。哇，听你解释完了之后，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到东北去看一下风景，尝一下美食。其实我现在已经老期待了。哇，你这个口音标准啊，不错，我的口音都被你带跑了。其实非常的融入当地的文化了，已经可以给你打一个90分。老期待了，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们有没有老期待去东北了呢？我老期待了。以上呢就是 Christy 和我的同事周一今天带领大家在线上云游东北地区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赞和分享哦。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有奖问答的环节，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That's right, if you have enjoyed this video, please help to hit the like button,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our Facebook. Don't forget that we have a quiz right after this video and you can comment below to win a prize. See you and goodbye. See you, bye bye.